很多人都说 Web 3.0 就是一个骗局，但是现在却有一大批人在裸辞，然后准备把自己原来的公司干倒。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赚钱的机会呢？说实话，赚钱很难的这种话呢，以后你可能再也说不出来了。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之前说过一个坏消息，就是那些可以操控世界的大企业，什么微软啊、Netflix 啊、Facebook、Tesla 都在一批批的大裁员。今年美国政府低着头说，有3900个职位已经因为人工智能被裁员了。这些大企业说呢，未来5年他们将有 30% 的员工都会被 AI 取代。高盛还估计未来有3亿多的职位将会被 AI 抢走，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律师、行政、会计、金融之类的高薪厚职。也就是说，现在最火爆的产业，那些人人都羡慕的工作将会灰飞烟灭，而且速度远超于你的想象。但我没说的是，其实已经有无数洞察先机的人，在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的情况下，纷纷的辞职，因为他们都在布局第3次改变全人类所有生活的互联网革命 Web 3.0。最夸张的是，当他们完成了这次的革命，我们人类可能再也不需要微软、Netflix 和 Facebook 这些公司。等于说，当年乔布斯、扎克伯格他们在自己家车库里面创业，推翻了以前的相机、家庭电话和 MP3， 而现在就有一堆人辞职，在准备推翻他们。周星驰星爷大家都知道吧，他是一个从来不玩 IG、Facebook 的人，因为真正的牛人呢都是躲起来修行的，不需要跟你社交什么的。但是最近他却开了一个 IG 的账号，然后他发出来的第一个 post 就是来招募 Web 3.0 的人才，等于说他在 IG 里面去招了一堆人，一起把 IG 做倒闭。而他招人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熟悉 Web3 的人，毫不夸张的讲，也就是把今天这部影片看完的人，都是符合条件的。很多人觉得我有点狂妄，人家 Web 3.0 这么复杂的东西，你一个扫地僧就能够这么轻松的讲完吗？各位，大家会不会用智能手机呢？各位会不会在网上看 YouTube 呢？各位会不会发短信给朋友呢？为什么现代人只要有手就会但是对于上一代的人来说却觉得很复杂呢？是这件事情本身很复杂呢，还是说你认定了这件事情很复杂，所以不去了解，然后就觉得很复杂呢？我告诉你，科技的进步是为了方便人类的，而不是让人类的生活更多的阻碍。那既然 Web 3.0 是智能手机、YouTube 和发短信的进化版，那肯定是更加的简单的。记着，我们不是去发明 Web 3.0， 只是跟着这趋势去掌控 Web 3.0 的赚钱机会和方法，让自己成为第一批挖金的人，就好像我们当初前期去炒 NFT 一样。但是首先呢，请允许我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在未来的半年内达到财富自由。而这个频道呢，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好了，首先呢，很多人都会觉得科技革命跟战争一样，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但其实这个世界每隔5000天就会变化一次，为什么？因为真相是，每一次的变化都是资本家利用新技术来消灭原来的中产阶级，洗劫他们的财富，让全球的富人跟穷人的差距越拉越大的机会过去一个国家要搞钱，就是要搞工业，所以以前那一代就去工厂上班，然后搞城市化，让一部分的人富起来，然后带动消费。再来就是全球化，世界各国分工，你负责生产，我负责消费。那我以前读经济的教科书里面呢，就是停留在这个位置，但这已经不是我们在经历的事情，因为我们真实在搞的叫做互联网。毫不夸张的讲， Web 3.0 其实就是我们打爆资本家的唯一机会。所以财阀现在有2种态度，一种叫做打压，比如宣称这是一个骗局，而另一种呢，就是默默的去搞 Web 3.0， 比如说 Facebook 直接放弃研发他们原来的业务，就现在能赚点钱就行了，然后把所有的资源都去研发 Web 3.0。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历史的规律都一样，你想象一下，以前我们是怎么买东西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想要买什么都只能去商场、去超市。比如说我们饿了，就把钱给超市的老板，
然后从老板的手上拿面包和饮料。但如果今天我不想要吃面包，我想要吃美国人研发的火锅底料，那行不行呢？超市的老板呢就会一脸的愕然，然后告诉你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啊。那么你就心想，这不就是我们发财的机会吗？这么好吃的东西都没有人要卖，那我就来卖。所以你也要去开一家超市，但是你打听了一下房租，才发现你连押金的钱都付不起，所以你就去借钱。结果当你一卖这个火锅底料，就直接爆火。但是很快，隔壁的超市也进了跟你一样的货，而且还比你卖的更便宜。然后呢？没有然后呢，就倒闭，而且还负债了。那么5000天之后，有一个姓马的人走了出来，说他要搭建一个叫做淘宝的平台，让任何的人都能够在这里面卖东西。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来我这里开店做生意，而且没有房租。最重要的是，你美国人发明的火锅底料不能只让美国人知道，如果你把它放到淘宝上去卖，只要有人搜索火锅，就能找到你的产品，然后就可以付钱买你的产品。这样商家呢就节省了成本，提高了销量，还有客户群。同时客户呢也多了选择，那些货因为不用交房租也便宜了，不就是一举两得吗？那这时候那些本来开超市的商场和财阀就不爽了，你这不就是让我们倒闭吗？所以就打压这个姓马的人，说他是骗子，而且他们也真心的认为他就是骗子，因为这些未来的东西都是很虚的嘛，看得见但摸不到的感觉都是这个姓马的人吹出来的，所以他们不信，继续的投钱去发展他们的实体业务，继续的垄断整个市场。因为所有的商家想要卖东西都要去他们的商场或者是超市，而结果就是有一个叫做孙正义的资本家投了一笔钱给这姓马的，结果是怎么样？马云以前吹的牛今天都实现了，他真的做到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他的淘宝一出现，大家都是在商场上面试衣服的，然后到网上去买衣服。所以在中国内地，以前的国美公司有无数家实体零售店，所有人想要买家电都要去他们家，而现在他们在内地只剩下2家的实体店了。这个就叫做互联网的第一次革命，也就是 Web 1.0。当然在美国就是 Amazon 和 eBay 了，淘汰了超多的大型超市。这个时代的特点呢，就是所见即所得，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比如说第一代的淘宝充满了假货，那些产品好不好根本不知道，商家发布了什么信息呢，我们就只能看到什么信息。我们看到的一切资讯都是由资本家通过互联网所掌握的，他们扮演的就是灌输者的角色，把资讯灌输给我们看。我们自己呢并不能在网上发言，只能听他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所得。就好像我们给小孩子喂饭一样，小孩子讲不出来他想要吃什么，他只能张开口，让我们把饭送到他的嘴里。所以5000天之后就迎来了第2次互联网革命 Web 2.0。我们现在最常用的 YouTube、Facebook、IG 其实都是这时候出现的。以前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观众，也就是接收信息的人，而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布信息。所以现在大家都说想要做自媒体，而其实呢，每个人都已经在做自媒体了。你不是也在玩 IG 吗？你不是也会在我的 YouTube 影片上面留言吗？其实这也是在经营自己的媒体啊，只是说没有赚到钱而已。那为什么我们都在做自媒体，但是我们却只停留在当观众留言、发布自己的私生活照片的层次，没有上升到获得流量、获得财富的阶段呢？道理你可能都懂， YouTube 上有25亿人，就算只有1万人，每人给你100块买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你就会瞬间获得100万。这难道不是你想要达到的结果吗？我们有一套已经被市场验证，年赚7位数美金的 SDS 系统，可以让你搭建起你 YouTube 的被动收入。这可能会颠覆某些人对赚钱的理解，因为这套系统不但可以教会你获得流量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让你知道如何让无数的商家还有潜在的客户排着队去等你，求着你把产品卖给他，并且他们接受更贵的价格，就好像大家都在等排队买 iPhone 一样的。那么如果你想要学习我这一套 SDS 全新的系统的话，你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去免费的报名我的培训营。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人都在线下生存，在线上生活呢？就是因为 Web 2.0 它带来了一种社交功能，比如说当大家都可以在淘宝评论和讨论的时候，那就减少了很多假货的出现，同时商家为了获得好评，也需要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加上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每个人都可以在手机上面社交了，就连我们的阿公阿嬷都在玩手机的时候， Web 2.0 就已经淘汰了很多实体的生意。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做实体生意的话，我不是诅咒你，只是想劝你以后的生意只会越来越难做，因为 Web 3.0 已经悄悄的到来了。 Web 2.0 跟 Web 3.0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多人对 Web 3.0 的理解就是什么人工智能啊、ChatGPT、NFT、元宇宙这些的，其实这些都只是外在的东西。你想要跟着这个趋势赚到钱，你必须要看到里面的底层逻辑，就是版权。这样说吧，你今天做了一部影片，版权是属于谁的？理论上来说是属于你的，因为你是原创嘛。但问题来了， YouTube 上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必须要达到4000个小时的观看，还有1000个订阅，你才可以获得广告费的分润。也就是说 YouTube 要不要给你报酬，分多少钱给你，或者你的内容有没有违规，其实都是他们说了算。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心化。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赚不到钱呢？就是因为赚这个广告费非常的困难。就我50多万的订阅，每个月才$6000左右，这$6000呢，就等同于在替 YouTube 上打工。但是我不是原创吗？钱分多少不是我说了算的吗？所以我的弟子很清晰，他们跟我学的不是如何赚广告费那点小钱，而是如何搭建一个品牌，一门把流量变成钱的生意。做电商呢也一样的，今天你好不容易卖出了一件衣服，但是平台突然跟你说，不好意思啊，你收不到钱的，因为客户付的钱是先付给淘宝这些平台，让他们代管。现在有客户不满意投诉了，要退钱了，所以淘宝就直接把你的货款还给他们，完全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Web 2.0 就是它允许所有的人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作品，或者开个网店卖东西，但是参与的平台依然还是资本家控制的，只不过换了一批资本家，就是他们打垮了 Web 1.0 时代的统治者，而现在他们就好像神一样，统治了整个网络世界，规矩和秩序都是他们定的。那 Web 3.0 的世界就是让这些网络世界的神都消失掉。什么意思呢？有一部很火的电影我之前没看过，叫做《加勒比海盗》，然后我看着看着，突然间看到一个很熟悉的脸孔，叫做法哥周润发。为什么法哥明明就是影帝了，他还要跑去好莱坞演一个配角呢？答案很简单，版权。我们传统的演员去拍电影赚的是什么？片酬，对吧？这个是固定的，你拿完了之后，什么事情都跟你无关了。而好莱坞的电影是这样的，这个电影呢有一个版权，可能这部电影呢被人家拿去做成小说、电视剧或者是游戏等等。而当你拥有了这个版权的话，就可以从中获得一笔巨额的版权费。而有参与拍摄的演员，他们都可以获得这个版权费的分润。也就是说，发哥他现在虽然拍完了海盗，但依然可以拿到版权费的分润，而且不是拿一次，他可以指定继承人，就算他去世了，也可以获得这个分润。那 Web 3.0 的世界就是把这个版权从资本家的手上夺过来，给每一个创作者。比如说 Uber 那些开计程车的司机呢，他们的收入和派单其实都是由 Uber 来控制的。而 Web 3.0 的世界就是让我们乘客直接找到司机下单，不需要任何的中介和平台。简单来说就是 Web 3.0 没有消灭掉司机这个工作，但却消灭了 Uber 这个资本家，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为什么把一张图片变成 NFT 就可以卖几百万美金呢？很多人说这是炒作啊，那为什么可以炒作？因为定价权在我们这里。那为什么定价权在我们这里啊？因为它去中心化了。我们卖这个图片就等于说我们把版权都卖给别人，这个版权呢永远是你的，你挂了之后它可以传给你的家人。而为什么要做自媒体呢？因为我们的影片版权将来不再属于什么 YouTube 或者是 TikTok 平台的，这些影片的版权呢将来都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比如说，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会爆红，那么你可能在前期投资我这部影片，然后你就可以获得我这部影片的版权，而这部影片所带来的收益呢，你都可以获得。这部影片就好像是一个股票一样，拥有了交易的属性，也就是说会变成炒卖的工具。就是说，现在布局自媒体就等同于在布局 Web 3.0。所以很多人都说现在做自媒体已经饱和了，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你，无论是在中国或是美国，你随便在街上逛一下，你都可以发现他们已经进入了全民皆做自媒体的程度。以前我们去旅游，看到一些景点都是拍照打卡的，而你会发现一个走在街上你完全不会留意到他的普通人，现在都会拿着手机，不是在打卡，而是在拍影片开直播。有的人忽然间就唱起歌来，跳起舞来了，我都被吓一跳啊！各位，生意越来越难做，钱越来越难赚，甚至可能会面临失业的人，我真心的希望你思考一下，现在不在自媒体上赚钱，其实跟那些到现在还不会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的培训营最后的呼吁，我们很快就会下架，然后你再也不可能再看到了。想要布局 Web 3.0 的，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啊！再简单点吧，你可以把互联网想象是一个综艺节目， Web 1.0 就是普通的综艺，只有少数的几个明星能上场，普通人呢完全没有机会参与。 Web 2.0 呢就是素人的综艺，所有人都可以上电视表现自己，但利润和规则都是由节目组和电视台来定的。而 Web 3.0 就是没有电视台和节目组，只要你们能报名就能够上节目，而且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节目的版权是你的，分润也是你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上班，员工都是围绕着我们老板去赚的，利润和薪水呢都是由我们来分配的，这个就是 Web 2.0。而 Web 3.0 呢就没有老板了，所有的人都是一种合作关系。比如说我现在要制作一部电影，策划的人分多少钱，演员分多少钱，导演分多少钱等等，然后电影出来之后扣除掉成本，就会自动按比例的分钱。整个过程呢不需要经过银行，不需要经过会计，不需要经过董事会的商议，也不需要经过老板，他就会瞬间的把钱分好。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方面更改或是操控整个系统，所有的决策和操作都需要经过大家的共识，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所有的条件呢都是先谈好的，你愿意你就来做，然后电影以后的版权收入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分润，相当于每个有参与的人都将会是公司的股东，就类似于现在的合伙人制度。所以现在什么扎克伯格、马云都要去研究 Web 3.0 的产业，而他们都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未来是创作者赚钱的天下。阿里巴巴的首席战略官呢就说创作者经济就是未来经济的核心，会改变整个社会的生态系统。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实体的产品只会越卖越便宜，比如说油车就会变成电车，从一个玩具就变成一个交通工具。比如说食物的作用就只是用来填饱肚子，因为我们未来的衣食住行都只会在互联网的世界，就是所谓的元宇宙。而虚拟的东西呢将会变得越来越贵，就是说我们的影片未来将会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所以我自己除了布局自媒体影片之外，还布局了 Web 3.0 的另一个新产品，叫做数字人，也就是虚拟主播。我正在布局跟新加坡的一家研发数字人的公司谈合作，因为我看到一个未来，不用等到5000天之后，当你走进银行办事，接待你的客户经理呢都是数字人的立体投影，你问什么问题他都会回答，而且绝对是零失误，5星级服务的态度。你送小孩去上学呢，结果发现学校的老师也都是数字人。如果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你可能会看到整个法院除了你和被告2个人之外，从法官到律师全都是数字人。你晚上回到家之后，打开电视看奥运会开幕仪式，在会场上面传递火炬的也都是数字人，而且你只要在手机上面操作几下，就可以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数字人，也去现场亲自点燃奥运的火炬，这个感觉有多爽啊！总之呢，你能接触到的所有工作都有可能是数字人在做的，而且在亚洲的很多地方，其实这些都已经变成现实了。很多的银行都开始用数字人当客服或者是理财顾问了。
其实我本来也不相信这些的，直到我接触到一个网红，叫做柳叶熙，他在内地的抖音上面有800多万以上的粉丝，而他就是一个数字人，假的。很多人说这个数字人的团队1年的花费就要700多万人民币，成本很大的，真的是这样吗？800多万的粉丝，如果每个人给他10块买他的产品，他就有8000多万，而且是一次性的收费。用这数字人直播带货，一天能卖多少产品呢？这样算下来700多万的人民币，在我们做生意的人来看，真的是巨资吗？而且这还只是技术，可能是他们团队自己研发的情况下。所以我就打算去跟新加坡这方面专业的研发公司去合作，把这门技术带给大家。当然我们也是找投资人，我没那么多钱啊。但是你自己想象一下，这个数字人版权是你的，它是你个人的资产，就像你那套房子一样，你可以不相信这个技术，所以不去做。但那些相信的人都去做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用数字人来拍影片的时候，你的审美都会被改变的。比如说我爸就理解不了我以前打网络游戏的快乐，因为里面的人都是假的，他就会问我出去钓鱼去跑步不好吗？而现在我们都接受了在游戏里面的角色发型是怎么样的，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都是我们自己决定。而打游戏也变成了一种潮流和竞技，有多少人在这里面赚到钱呢？有多少人把打游戏拍成影片放到网上赚到钱呢？那这数字人的合作如果谈下来的话，我也会优先给我们的弟子使用的。所以如果你看完我的培训营已经非常确定自己一定要在 YouTube 上赚到钱的话，那么我和我的团队愿意帮助你，让你有机会提升3倍以上的收入。我们会跟你做一个很详细的咨询和分析，这价值1000美金的咨询呢，每周只会开放25个，但这个咨询目前我们不会收取粉丝任何的费用，只是说我们专业的人手非常的稀缺，所以我希望有决心、有想法，最重要的是谦虚的人才过来找我们，因为很快又满了。有兴趣的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报名吧，真的少赚一天的钱就是多亏一天的钱啊！所以什么叫做 Web 3.0 的人才呢？从现在开始，大部分的工作都会被 AI 和数字人冲击，甚至彻底的消失，而且都是金融、教育和律师这种中产的工作。但有的行业衰落了，就要有另一些人来填补他们的空缺，这样宇宙才能够平衡。而填补他们的就是操控 AI 和数字人的人。能够听懂的，看到什么商机的，或者有什么问题的人呢，都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